就跟写戏的话本先生一样。哦，大到2个完全不同制度的国家，小到一草一木，都是我创造的。所以他们是谁，要做什么事情，要经历什么多的波折，我大都知道。所以我一进来就知道你要杀我，所以也就才躲过一劫。所以，其实我只是画本中的人。不是的，虽然一开始我也觉得他们不过就是一堆纸片人罢了，但后来我发现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，这不是我创造的，这是你们自身的真情实感，跟我们一样。你生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？是像花园城，还是像玄虎城？我们的世界，在我们的世界里，男人做主还是女人做主这件事情上，有些时候像花园城，有些时候像玄虎城，这本来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，所以我就写了这个故事。你的世界有没有可能也是一个编剧创造的？有可能啊，反正真真假假，谁说得明白？你们世界的编剧都像你这么可爱？那不仅是可爱，而且还特别有才华。每一个编剧在创造自己的故事的时候，都会特别的用心。虽然有时候会有一点小漏洞，有时候会洒洒狗血，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自暴自弃的无聊梗，但是他爱他笔下的每一个角色，有时候还会跟角色谈恋爱。那你有跟裴恒谈过吗？这其实不一样，你是男主角，男主角呢是属于女主角的，男二呢是属于大家的。裴恒不知道这事吧？当然不知道了。不许告诉他，这个事吧，只有我能知道。哎，这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呀？结局啊，原本是楚楚继任了城主，日月同辉，天门大开。我也是写到这儿的时候睡了过去，才来到这个地方。所以我猜测啊，可能要等到日月同辉，天门大开的那一天，我才能够回去。你是不是怕我离开啊？当然不会。等你走了，我就回玄虎城，然后那300个妾室，我一天换一个，一天换一个，我哪有时间想你啊？可是1年呢，有365天，剩下65天怎么办啊？剩下65天，切，你管我？你都要走了，还管那么多？那剩下的65天，你留给我好不好？芊芊，你愿意留下来？我发誓，我刚才都是胡说的。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别人我一个都不要。算日子，他们也该到玄虎城了。郡主，您说，陈芊芊不会到了玄虎城，借些人手再攻打回来吧？陈芊芊这般刁蛮任性，也就只能仗着母亲的宠爱折腾2下。她逃到由男人掌权的玄虎城，能兴出什么浪来？前面领头牵马的是少君，少君为陈氏牵马，这样好吗？你我夫妻2人在花园城如何，在玄虎城就如何。恭迎少君回
少君，城主和城主夫人请您及随从人等尽快进城，城主已经等候多时。我这就带你回城主府，见我的父亲母亲。玄武城的人对我们也太热情了。先看他们的热情对的是谁。以前我患有心疾，没有这样的场面，当然以后也不会再有。小姐姐，那个韩硕呢？少君去向城主、城主夫人请安了，请姑娘在后花园与众家眷们稍作等候。你说谁姑娘呢？说谁姑娘呢？这可是花园城三郡主，尊贵的少城主。曾经是。哎，你再跟我说一遍。算，入乡随俗，来都来了。嘘。这位公子留步，我们玄虎城男女有别，这后花园是城中贵族家眷女子聚会等候之地，这不相干的男子想要进去，得先净身。没事儿，我自己去，你就在这儿等我。